这个今天是咱们这个旅行记录啊，很快的过一下国庆假期这几天我都干嘛了啊？这个本来是之前说了，本来是打算7号一回来就给大家播的，但是奈何我病了，又是发烧又是拉肚子的，所以那几天就没播，然后一直拖到现在了。啊，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啊，把我的这个点开 ，OK。然后我们这回是一路向北哈，一路向北，然后我们去的是这个本来的目的地是辽宁啊，但是因为一口气开过去有点远，所以我们就分了好几天。然后第一天先是去的葫芦岛，这个是那个山海关的那个服务站，这个特别好，这个服务站里面特别好啊！我建议大家到这个山海关服务站都停下来啊，服务特别好，里边还有养那个小水池，还养鱼什么的，还有奶茶店、咖啡店，然后什么之类的。然后这是在里边吃的那个肯德基，对，肯德基，然后正好赶上它的那个新品套餐，叫这个螃蟹月亮什么赛螃蟹月亮堡，它里面是放那个肉酱的，不是什么肉酱，就蟹酱和那个鸡排好像是，挺新奇的口味的。然后它上面还会印一个小兔子的一个印花什么的。套餐里头的蛋挞和鸡块和那啥，然后又买了一个这个圣代啊，这个就是到那地儿了，就晚上的时候才到那个地方。然后因为去东北了嘛，所以肯定得吃冷面，然后正好他那个烤肉套餐里头有一个冷面，这是里面那个冷面。然后这是那个烤肉还挺多，但是就拍一点。然后这是他那个特别大的一桶的那个饮料，3升的。我和我妈就只喝了大概1/3吧。啊，这是烤肉，这烤肉还挺多的，我没有全拍。这是烤杏鲍菇，这烤酸菜，我和我妈就尝了一口。然后第一天就是到那儿就是休息，因为到那儿的时候就已经是晚上了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偏休息类的。然后这就是第一天，然后第二天是在葫芦岛玩了一下，然后去的本溪。然后这是早餐，当时早餐来的是第一波，所以给大家拍了一下比较早的他那个没盛过的样子。这是那个酒店自助餐，这个我觉得还可以，都挺不错的。然后点了份面，然后喝了杯咖啡，吃点煎蛋饺子啥。然后就是去边上，它有一个那个龙回头的一个海岸边，但它那个海岸边就很远，挺高的。然后正好那天是雾气，天气也不是特别好。就是你看我在这个台子上，你还要走很长的路，然后你才能走下去到那个海滩上面。觉得这个路程太远了，而且它好像没有电梯，就是得自己爬上爬下什么的，比较麻烦一点。然后这是中途开去本溪中间的一个站买的冰激凌。啊，这块就到那个本溪了。本溪就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它基本上镇子上它就是离火车站非常近。然后他们就是本溪就很有意思，就是他们的那些商铺啊什么的，就是晚上6点多钟就关门了，最晚也开到7点钟都是很少。然后大家都会，然后之后大家干什么？之后大家就会这个步行街就开门了，它这个夜市就开门了，它这个整个步行街里面就有很多小吃摊，然后什么小吃摊，然后一些卖吃的地方，大家都会去这边，就离那个酒店很近，大概走也就不到10分钟的路。哦对了，忘记给大家转发我的那个啥了，我靠了，忘记把大家叫过来了。欢迎米里斯下划线 Mirixi 进入直欢迎播间。米里斯，我播半天发现我忘记转发了。米里斯下划线 Mirixi 说：“晚上好，好久不见。”好久不见，真的是好久不见。病了，我靠！假期的时候病了。早知道那个啥了就。
忘记给大家转发了，播开播了。啊，这个也是，这是那个这个就叫永丰老街市场，就是它有不同的入口啊。然后在这边去了一个那个拌饭，它有点像那个，就是那家拌饭叫什么来着？我有点忘了，我靠，那个拌饭。它那个就是汤、咸菜，然后米饭随便吃。哦，对，米饭的话你得买，你得先花3块钱买，买完再3块钱你就能吃。那个叫什么拌饭来着？好，有点忘记了。就是那个快餐厅叫什么来着？真的不记得了。算了，就这样，我实在是找不到了。我真的想不起来那个拌饭，那个叫什么拌饭？哦，米村拌饭。它这个就跟米村拌饭差不多。啊，这是那个芝士年糕鸡。欢迎 HJ， 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这是那个酸菜烤肉。然后这什么啊？这是那个视频。这是他刚上来的时候还咕嘟咕嘟呢。对，刚上来的时候还咕嘟咕嘟呢。然后点了2份米饭啊，它那里边那个咸菜是真的挺好吃的，它那里边咸菜是真的好好吃，就是拌桔梗和那个辣白菜特别好吃。然后这一天还是在本溪啊，这是那个酒店的套餐，这还可以啊。这一回这个酒店就非常一般，这个本溪市里的酒店非常一般，早餐店特别小。然后这个是晚上的那个酒店，这是他们当地去县城了，当地县城的一个说这个特色饮料就叫5加，很奇妙的一种口感，就是我形容不上来，就是有点像兑了水了的酸梅汤，就是没有酸梅汤味道那么重，然后没有梅子的味道，就是酸甜偏很淡的酸甜口的那个味道。然后这是锅包肉条，然后这是豆角炖排骨，然后这是羊汤，因为它非常悲伤的大象进入欢迎直播间。非常悲伤大象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因为他们这个镇子上本溪就是羊汤就特别多，所以但是因为就是这个各地就是说白了就小县城嘛，就是可能品质不一样，所以就在酒店里点。我喝完那个羊汤，从这天开始我就开始他妈的第2天发烧了，就是那个羊汤，它那个羊汤是最纯粹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一锅什么都没给你放料，它会有一个单独的小料盒，它有那个盐、味精、胡椒和辣椒粉，然后还有白醋，你自己兑。就是它这一锅是一点味儿都没有，我尝了，就是白水炖羊肉，一点味儿没有。然后你会自己，然后它还特别好，人家说不够喝还可以加汤，它里边是有料的，料不给你加，汤给你加。这是我自己加了之后的，里边有什么就是羊油啊、羊杂、羊血啊之类的，55一份还挺好的。然后这个就是早上去的那个，就它本溪那块有一个自然的一个小山吧，然后拍的几张。非常悲伤的大象说：“我们家这边大集上也这样，自己放盐、味精、胡椒。”对。我是第一，因为我本身吃羊就比较少，因为家里人没有人吃羊，所以一般都是我自己一个人。但我自己一个人的话，我一般就不会点了，可能就会点那种套餐里的那种，然后也不会点羊汤，可能就点个羊肉泡馍什么的。所以那个羊肉泡馍都是调好味儿的那种，在北京都是给你调好味儿，不会让你自己调的。然后这是那个山上的。然后他是坐车，就是上来去都有车，但是你坐车就是什么都看不见啊，就是什么都看不见。然后他这个车特别有意思，因为他知道游客特别多嘛，那个游览车不够了，然后所以他就从各地召集来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的大巴车，还有公交车，就你看的那个景点，就是啥样的车型都有。然后还有那个游览车，然后他那个导游就
指导大家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想坐游览车，你要等，然后如果你只想上山，那你就随便坐。然后我坐那个车就是特别老式的那个大巴车，就一股那个汽油味儿，上去你都恶心的那种。还有就那小破巴士，你知道吗？就给你拉上山了。非常悲伤的大象说：“那很复古了。”对对对，就是各式各样。然后因为本身它那个地方就本身东北发展就一般，它还是个一般里边的一个小城市的一个小县城的一个景点，你就可想而知了。就是真的对，它已经进地了。然后我们就是上去，然后走下来大概得有9公里。我操，腿走废了，我靠！而且其实它这个就是人少好一点，人多的话其实挺不安全的，因为它那个栈道没有给大家拍，那个栈道两边是没有那个护栏的，但它也没有那个悬崖什么的，它就是站在那个坡底下，你可能但是你掉下去，你要是不小心掉下去，你可能会受伤，毕竟有石块什么的。然后很多人也会自己跳下去，然后旁边就是小溪流什么的，可能不会有生命危险，但是你可能摔下去你也不太好受。然后这是它其中的一个那个瀑布，还是有挺多人看。然后这块主要就是看枫叶，但是来的时候枫叶还没红，所以就是红的比较少。对，像这种就比较少，就很少，可能就那么1-2颗。当时去的时候大多数都是绿的。然后这个树什么的，自然景貌什么的这是坐过去的时候的那个船，就是你也可以走着去景点门口，你也可以坐船就花钱坐船了，因为实在是太累了，花钱可以坐也可以坐回来。然后就是第4天沈阳了，然后我就那天上午还好好的，中午我就病了。这是早上的那个早饭，酒店的早饭，酸辣粉。然后就是去本溪的另外一个景点，是它那个水洞，本溪水洞。就里边就这样，它就是坐船，它是坐那个小的那个小游艇给你载过去，然后你就可以看什么的。然后它这回应该是因为人比较多，所以它就是给你应该是考虑到这个船进出的问题。因为它这个船得一来一回嘛，它这个地方不够大。非常悲伤的大象说：“这个好看呐。”对，这个不错，这个还可以，就是有点冷，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它这个船是一来一回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把这个画图给大家打开，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就是坐船是一个什么情况？就是它假如说这块是这个水水的这个水道，然后你的船就这么开。感谢悲伤的大象的一个粉钻灯牌，来自非常悲伤的大象的一个粉丝团。然后它这个快艇是这样的嘛，你这个一去是这样的嘛，然后回来是这样的嘛，回来是这样一个快艇嘛，就是它有两边，你去然后嘟嘟嘟嘟嘟走回来，然后掉个头嘟嘟嘟嘟你再走回去，就这么一趟。然后你应该知道坐船的话它会有这个水浪，你知道吧？水浪，然后这边坐船它也会有一个水浪，然后它挨得非常近，因为它挨得非常非常近，它挨得非常近，因为这个溶洞中间的空间很有限，然后这个两个浪就比我这个画的要窄很多，这个两浪一交汇，那个浪就起来了，然后我当时就坐在这个边上，你知道吗？我去，我的左腿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左腿已经被水泼湿了。他那个时候有免费给大家租那个羽绒服，我们提前准备了，因为就是东北嘛，很冷，所以提前准备了羽绒服。然后他也会让你穿那个救生衣，安全系数还是挺高的。但就是这个浪，它一交汇，它这两股浪一交汇，然后那个水就起来了，就泼我腿上了。等我那个出来之后，等我出来之后，我左腿都湿了。就湿左腿，所以大家一定要么穿一个长款的羽绒服盖住腿，这种会比较好，或者是拿个什么塑料布搭一下，不然的话真的挺冷的，那个又湿又冷。然后非常悲伤的大象说：“那很清凉了。”对，那个又湿又冷，你还坐在那个船上，你还动不了。
哎呦，就那个一过来那个水啪就泼你腿上，一过来对面一有来船，啪就泼你腿上，哎我去受不了。然后这是这个开的还挺快的啊，就是拍的有点糊。我这个手机确实是能力有限，我手机拍的可次了。然后这是它那个景区出来的一个这个怎么讲呢？一个咖啡店吧，还赠了点买了咖啡，然后赠了点小饼干。然后中午就到沈阳了，然后我就病了，我就发烧了，给我难受的要死。本来当我们订的那个酒店就是离这个景点非常近，近到什么程度？它的边上就是刘老根大剧院，就那叫什么刘老根大舞台，对，刘老根大舞台，它的边上就是。然后我正好到那，然后就首先第一啊，它在那个景点区就特别的吵，你开窗户就会有那个饭味儿，因为沈阳那边它还有那个什么烧烤。悲伤的大象说：“发烧也卡点吗？有意思。”藏狐。因为真的，因为正好差不多到那儿，因为酒店在景区附近都堵车嘛，一堵车，我就突然就觉得我就浑身难受，就不行了。为什么它卡点呢？因为12点那个刘老根大舞台就叮铃咣啷就开始敲锣，就开始表演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知道12点了，给我难受的要死，躺在床上就听见边上外边就在那敲锣打鼓，然后还飘来阵阵的那个炭烤香气和饭香。然后这是附近的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饺子馆，哎，超级多的人。我妈是4点半去排队的，我们6点钟才吃上饭，你就可想而知排队有多火。就你6点钟去，你就得奔着8、9点钟才能吃上这顿饭。然后去的时候，因为是晚上，好多饺子都已经卖完了，就非常伤心，只吃了个鲅鱼馅的饺子。因为当时病了嘛，所以就想吃一点凉一点的、甜一点的，然后选的就是蓝莓山药。然后这是那个酸奶。我感觉这个酸奶就像是外面买的益生菌给你倒点，你知道吗？所谓的自制酸奶就是自己外面买点，然后给你整到这个小碗里。然后这是鲅鱼馅的水饺，还可以。然后这是蒸饺，这是素的，但是素的里面它也有一个虾仁，每一个里面有一个虾仁。悲伤的大象说：“你也吃鲅鱼的，很有品味。”傲娇。一般出去不都是吃鲅鱼的吗？主要是它海鲜的，它就剩鲅鱼的。饺子就剩这俩了，没别的馅，其余的都是很普通的饺子。然后这是录像录的那几段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视频，对，溶洞里的那个视频，看一下，是这个吗？这是做的那个视频的剪辑。哦，对，非常悲伤给大家看一下。下次有机会建议你尝尝海肠饺子。我吃过那个海肠捞饭，这个海肠捞饭，但是我后面因为病了，所以就没有拍。就是之后沈阳完了之后，因为我病了嘛，本来打算沈阳待2天，然后玩2天，然后去秦皇岛。结果我病了之后，沈阳就相当于没去，然后我妈去了故宫溜了一圈，然后就走了。然后就回去了，就要想赶紧回家，想休息了。然后去了秦皇岛，在秦皇岛那边吃的海肠捞饭，感觉有一丢丢的失望，因为这个之前看博主吃感觉老香了，但是真自己尝，我不知道是那家店做的原因还是什么。就是我因为平时看海肠捞饭就颜色很深嘛，就它的颜色很深。我以为是很有味道的那种，结果吃到之后，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病了的缘故，还是那家店做的缘故，就是很淡的那个味道。然后我也没有尝出什么特别的。那里面海肠还有什么鲍鱼啊，什么扇贝啊之类的，但是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吃，不像很多博主演的那种，就是超级好吃，可好吃了，太香了，来这一口就为了这个海肠捞饭。然后我专门去挑了一个海肠捞饭，发现一般。然后这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，把 BGM 关了。I wanna be free, oh yes, free, oh yes, free. I wanna be free, like a bird in a tree. 基本上就是
这是什么啊？这是去的。我为了做视频，所以录了几段视频。你看，就是隔壁船就离你这个船很近，然后这两个船一交锋的时候，这个浪就过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我去！千万别坐边上，或者坐里边比较好。反正就这些吧。然后欢迎553-3进入直播欢迎间。553晚上，还有就是属于高速公路上不得不品的一环了啊，朋友们，属于高速公路上不得不品的一环了。就是出去这几天究竟经历了多少车祸呢？因为是这样的，因为去的话就看着路其实挺好的，就但凡一出。非常悲伤的大象说，不过我印象里这个季节好像不是吃海肠的时候啊，是吗？那我还真不知道，因为确实是在北京确实吃不了海肠捞饭，北京不沿海，所以海鲜吃的比较少一点。属于高速车祸，属于高速不得不品的一环了。就是你看着那个导航就一片绿，就特别好，然后开着开着，哎，就堵了，然后就会发现啊，堵的源头就是出车祸了。就是出车祸了就会堵，不出车祸就不会堵。然后整个撞的就稀巴烂，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车祸啊。你看，全是。啊，这是这个车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个车是抛锚了，好像是。这也是撞的就可惨了，我跟你说，撞的可惨了。然后是这个我要说，你知道吗？这块可有意思了，就这个和这个是在同一个地方，就是他俩在这儿剐蹭了，停在这儿了，然后边上就是有两辆车直接给撞到这个护栏这儿了，就可有意思了。就那段堵的时候，发现说车在这边，然后开着开着发现自己这道。非常悲伤的大象说，这条道挺热闹。是，可有意思了。就开着开着发现，以为是他俩，你知道吗？以为主角是他俩，因为堵车了嘛，就因为堵车了嘛，而且还是刚堵没多久。就是没堵特别久，因为一般堵车没有清理，它占道的话会堵很久，大概得好几公里。我堵过有个19公里的，哎，磨磨唧唧开，19公里那更是啊，什么叫什么仙人汇聚系列啊，一个车祸接一个车祸接一个车祸啊，总共堵了19公里啊，牛逼吗？就自己开这道，然后发现他俩车应该是个小剐蹭，就他俩没有撞得很狠，就碰上了，接触上了。然后这个车这俩车属于就是直接撞到护栏上了的那种程度啊，感觉就像是直接把俩别到护栏上了，很惨。然后这个是已经拉走了，就是事故已经处理完了，已经拉走了。这个是撞上了，你看，啊，这个是最惨的，这是一个小轿车和一个大车应该撞上了，具体原因未知。这是大车，看前面吗？然后小轿车可能看不太清，你看到这儿了吗？这个被挡住了，就整个这个我拍的不是特别好，因为那条路上车特别多，想找一个能拍到的，没拍上，就整个小轿车后半部分已经没了，然后它的后半部分好像是在后边还是什么。然后这辆车在后面，然后这个辆大车在前面，然后整个前面掉，这是撞的比较惨的啊，基本上就这些了。然后咱们啊，1999抽卡一下，我们的旅行故事讲完了，我们开始1999抽卡。哎呦，点错了，点成明日方舟了，我操！非常悲伤的大象说，相当有力了。对，撞的可惨了，我去！然后短短几天就天天能碰上车祸，开哪有车祸，必不可免。
非常悲伤的大象说：“大连好像离沈阳很近吧？下次吃海肠可以去大连呢。”傲娇。大连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去过了，所以这回就没去。而且下回之所以那啥，是因为这个坐高铁没买上票，不然的话，本来是想去，本来是想去哈尔滨的，但是没有买到票，因为我之前坐过一回二等座，然后我发誓我再也不坐二等座了，太挤了，然后就是买的一等座的票，但一等座票根本就买不上，所以就是改开车去沈阳了。It's so nice to meet you. I've been waiting for so long.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抽卡啊，兄弟们。据说这次的角色其实不是特别好，但是奈何我是一个全收集玩家，所以咱们进行一个抽卡。Let's go。能抽的不多啊，非常悲伤的大象说：“这个游戏我好久之前玩过一段时间来着。”我也是，主要是我是开服玩家，这个主要是被这个刚开始是被英配吸引，后来觉得剧情写的不错，然后后来就一直这么玩了。凯米拉进入直播欢迎间。凯米拉，晚上好。然后基本上现在是全皮肤加差一个角色，我6星就差一个，就全齐了。我就差一个那个一个常驻，我可以给你看一下。我看缺谁呀、我就缺那个踢腿的一个女的演员，那个忘记叫什么了，就缺那一个角色，其余的都齐了，只能连个小保底都不够啊，只能50抽走你。上一回版本抽野树莓抽的太久了。OK， 再抽。OK， 走你。OK， 5星。非常悲伤的大象说：“万一直接有了呢？”梦里啥都有啊，有点飞。OK， 得氪金了，不够了，兑换一下。啊，对，这个也可以兑换。还能有个20抽。哎，来了！来！求！拜托！胜！太上道了。OK。本来还想怂恿你来的，长虎。啥？哎，漂亮，没氪金，卡在了氪金的边上，那他要是再不出，我就那啥了，可以 ，OK 了。说起来，这个还没换，这个换一下，这个太缺了，这个我一直都在缺，我真裂开。OK。进行一个升级。非常悲伤的大象说：“还真有了，藏虎。”非常悲伤的大象说：“可恶啊，藏虎。”哎，那你没事儿，我肯定是得抽到的。我是这个全这应该叫什么？全收藏玩家。就是我玩这个游戏的一个特点就是角色一定得全，不然后边的话，非常悲伤的大象说：“我都准备好等不出猛发你担心吗？”长虎。后面这个游戏很多仓管一多了之后策划就开始出幺蛾子了。
就开始检测你的这个 box 深度了 ，box 广度了。操了！抽卡游戏都是这样的，玩着玩着就开始测试你的 box 广度了，所以人多抽总是好的，管它有没有用，抽了再说。欢迎非常悲伤的大象进入直播间。Finally, it's just you and me, Ma. OK。啊，对，说起来这次他的活动还没玩呢，算了，下播之后再说吧。On a train, the conductor is only seen when the train. 看看新例会，新例会没有不好看啊，新例会不好看，没有刚才那个好看，我还是喜欢刚才那个，你恢复一下。非常悲伤的大象说：“我当初玩，我记得我挺喜欢一个角色，叫啥我忘了。唐虎叫啥我忘了，叫啥你忘了，到时候我得给你看一眼，你看你有啥印象不？不过我现在都是皮肤的状态了，你可能跟你之前的不太一样。” I found a tooth. Perhaps it's a gift for the tooth fairies. 应该是可以了吧？啊，还缺好多啊！这个我现在倒是不缺了。非常悲伤的大象说：“啊，胡继生，啊没事，对对对对，我找胡继生着了，藏狐。胡继生也不错，胡继生。胡继生现在有2套皮肤，如果没记错的话。我还挺喜欢这个，这是整的很像他之前在重塑的样子。然后还有一套这个，这是春节的时候的那套衣服。我觉得这个设计的是，哇，出这套皮肤人简直是天才，整的跟他这重塑之手的一样，而且他现在狂想了，还狂想了2个。但是也挺牢的，也没什么上场机会吧。OK， 放到荒原里头新抽的角色。OK， 放置角色，告死鸟，好嘞。OK，